酱油代表着文化，是每一道菜的精髓跟灵魂。酱油，味之根本，香醇所在。醋是大自然的炼金术，它可以转化城市的垃圾，变废为宝。人参就是好像那个黑糯米醋这样，酸酸甜甜，还有一点带辣。将者百味之将帅，率百味而行。酱料在几千年的中华美食文化和历史中，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其中，酱油和醋更是具代表性，汇集了代代制酱人的智慧和手艺，每一滴都是长年累月的用心。在新加坡，有一位制酱人，正是如此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这一缸缸的酱油，只为捍卫、延续这个传统味道。他就是38岁的许培荣。安阳酱油是我外公在1959年开创的，我们用的是天然、传统、古法手工酿制的方式，以9个月的时间来酿造一瓶酱青或酱油。这一缸缸用时间和心血酿制的酱油，不仅在本地传承了3代，不久后也会被引入不丹设厂制作。2013年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到了不丹，给贫困的年轻人做了义务的培训他们如何创业。到了不丹后，我发现，这个国家的人不仅是非常开心，还非常有爱心，所以我去了好几次，也逐渐的爱上了不丹。在不丹有种植 organic 跟 non-GMO 的黄豆，这有机跟 non-GMO 的黄豆呢是没有改过基因，也同样的是没有用过任何的肥料或杀虫剂长出来的，所以这非常的好。那第二呢，它的水呢是山泉水，从喜马拉雅山流下来的。这山泉水呢的矿物质非常的多，它的水质量非常的好。其三呢，就是我们用的喜马拉雅的盐，跟白盐来相比呢，喜马拉雅的盐它的矿物质也是非常的多，同样相对的那个盐分，它的 sodium 也是比较少，也没那么咸。我们应该算是新加坡第一个过去投资开酱油厂的一个企业，他们其实了解了我们的过程，也非常欢迎我们去投资，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一个 zero waste 非常环保 very sustainable 的一个企业。这个能让不丹敞开机遇大门的制酱手艺，正是许培荣一家3代的研制成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黄豆泡在水里面，泡了过后，我们就用蒸的方式来把它蒸熟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那个黄豆弄到一个一个筛，再加上我们的秘方，就是那个酵母 koji， 还有那个面粉，给它融合在一起，按摩了一番，再把它放进我们的发酵室，让它发酵3天的时间。那3天后呢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，进我们的缸，再加上调好的这个盐水进去里面泡。这些缸或这些瓮已经有从50年代到现在的历史了。
用这些陈年老缸，对酱油的发酵是非常有作用的。像比如说这个缸，里面是空的，可是你已经可以闻到一股芳香味，那个酱油的那个鲜味，因为它酿了上百年了。9个月后，我们就可以品尝到非常有鲜味、非常独特的手工南洋酱油了。本地另一间家族制酱厂是百年老字号广祥泰，他们与时并进，近年来更是走向机械化。目前第5代接班人朱家3姐弟接手了生意，大姐朱安琪、老二朱志文和老幺朱志鹏。虽然机械化，不过制造酱料的原材料却不变，依然是黄豆、麦子、酵母曲，进行干和湿发酵2个主要过程来酿制。局是我们用的叫扩机，在这里面制造一个制造局的房间。之前我们爷爷的做法就是比较传统，在制造曲种的时候是用一个篮子啊，在晒在太阳底下7天内，我们又要看太阳会不会太大，还是会不会下雨。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房间里面是把它控制的比较好，没有雨也没有太阳啊，还有这里的温度全部控制好，所以我们这里的东西在2天内就做得好了。干发酵后，材料就会通过排管传送到这个桶里面进行湿发酵。在我们干发酵过程过后呢，我们就把那些 mixture 加了盐水就过来这些桶发酵。每一批货都要均匀的话，就是要在室内发酵。发酵后，经过一层层的铺垫和压缩，就能够挤出一滴滴新鲜的酱油了。机械化其实效率会比较快，让老员工更轻松去做他们的工作。为迎合现代口味，朱家3姐弟也突破传统，在厂内设立了一个示范厨房。在跟酒楼酒店谈生意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用这个空间来跟他们去解释一下我们的新产品是怎样用。我们的一个师傅 Dominic 是一个西餐厨师啦，他可以用到我们的中餐产品在西餐的做法。Dominic 想做这一个 Chicken Rice Maki， 但是他的做法呢，就是用我们的酱青做成一个卡比亚，就在那个 Maki 上面，吃起来是一个新加坡的鸡饭。大家早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酱传奇的一个课程。请问你们都有收到这个包吗？许培荣也开放酱油厂授课，还特制了一套新教学方法。从大概5年前我们开始创新的时候，我们就跟 STB 合作，开始一些实体的课程。那大概1年多前呢，疫情的时期，我们就把这个课程数码化，有兴趣学这门手艺的这些人，他们都可以在线上学习。我们就准备了这个 DIY kit 送到顾客的家里。推广制酱手艺，也是许培荣把视野放宽海外，在不丹设厂的原因之一。在不丹，我选的地方是个山头，它那个地方甚至有一个称呼叫小瑞士。它的整个那个大环境跟那个风水，它的那个山的整个感觉，非常非常的适合。我们布设了一组非常有耐心跟有爱心的不丹的人，也打算重力的去栽培他们，让他们成为第一批在不丹有酱精神的酱油达人。不丹的饮食的那个习惯，比如说它的炒饭、饺子这些，其实有运用到酱油，本地的手工传统古法酿制的酱油，希望对他们的
饮食有一种新的体验。为食客提供独一无二的口感，促使许培荣开创出一项与众不同的服务，那就是定制式的酱油。这一层呢，就是我们南洋酱油的 bespoke 量身定制的服务。这个量身定制的服务呢，是从1万块钱起跳，这包括用顶尖的材料，有机的黄豆、喜马拉雅的盐，还有包括我们9个月的时间来照顾这一缸酱油。那这一缸酱油呢，除了在家用以外，很多顾客还会把它装成礼品。所以呢，这一缸缸的酱油，每一缸的酱油的味道都是调到顾客所需要的或喜欢的。在中华美食文化中，醋也在酱料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本地老字号生抽王是本地少有的黑醋酿制者之一。2000年左右，生抽王因面临经营危机，把生意转手给62岁的陈立明。接了这个厂，我一点经验都不会，那么真的是想办法怎么样去生存。等到有了这个明师傅了，我们就开始慢慢爬起来。明师傅正是这位62岁的老投手欧新，他在制酱行业内已经打滚了超过50年。我从12岁、13岁开始就一直学，所以学到今天，你要什么酱料，我可以配给你，配到出来给你试了，满意为止。欧新与陈立明不断的研发和调整，创造出一个个独一无二的酱料配方。其中黑糯米醋更是他多年来的精心调配。我们的黑醋、糯米醋里面有老姜、糯米、香料、药材，我们里面有差不多整10样。那我们的药材是给它香浓，进口的时候会很顺，因为有些醋吃了会带点苦味。我们首先是炒糯米。炒了糯米就在那个锅里面，跟香料、老姜一起再煮到它2、3个小时，过后就给它隔夜，给它沉淀。装瓶子，整个过程就完成了。醋工厂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下，一直都经营得平平顺顺。然而，一阵暴风雨即将来袭。我的身体发生了问题了，我看我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。29岁的曾金和醋与酵素有着紧密的关系。他在几年前开始接触到酵素之后，从此也对醋如痴如迷。醋其实是酵素的一种，所以我们一般是用糖跟水发酵，然后再加上水果啊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材料，然后这些一起发酵的话，有氧的状态下它会变成醋，然后无氧的状态下它会变成酒。在新冠的情况下，在网上看到环保酵素这个东西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东西好神奇啊！它就是用垃圾做出来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如果做起来的话，它可以改变世界，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去改变世界，所以就对这个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。我跟小贩中心的摊位的阿姨说我要收集果渣，它就可以变成酵素一个环保的东西，他们就说哦好啊，我会帮你。水果收集后，曾金把它们放入容器内，让它们发酵。发酵后，他再用纱布过滤，把酵素挤出来。为了感谢摊贩们提供水果给他，曾金也会回赠酵素给他们，送给当时的那边的小贩。
然后跟他们收集一些他们的那个感想，用的怎么样。然后当时小帆很喜欢，他们把它带回家。曾金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醋，从家居打扫到个人护肤，甚至家里的花草种植，他都会用到各种自制的酵素。这个就是酵素的有机种植，酵素养土。然后这个是酵素加红糖加水，就是它这可以帮助其他的土壤发酵，变得特别肥沃。曾金也举办一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线上和实体课程，教导大家如何制作果醋和酵素。And then they take this bubble and you wash them into the drain. 这些课程都受到注重健康的人士和爱护环境者的大力支持。自从当了妈妈之后，我就是有一个改观哦，对周遭的事我很有兴趣，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，所以就觉得这个很新奇，没有学过，所以就想说一起来学习。我觉得如果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以达到扩展我们的要环保的不要浪费食物的目标，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把垃圾转化成保育土壤的整体的这个系统，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时代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对于制醋厂老板陈立明来说，接手这间厂子最有意义的是与员工之间情同手足，互相扶持。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员工和老板娘陈立明时常一起比赛贴标签，促进感情。对，全部都够。因为不比赛就很累啊，想睡觉嘛。那么有做有奖就比较快嘛。我对我的员工来讲，全部都是我的家里人。我在想，在人海茫茫中，他能够做我的员工，只是一个缘分，所以我对他们的爱是比较超过了。那么就是因为这份感情，他们就会一直跟我讲，什么事情都会跟我讲，然后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跟他们解决，我就尽量帮他们解决。当中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外籍员工Batu。因为口味和文化的不同，一开始就碰了不少钉子。我是缅甸来的，在这里有5年了。煮东西坏了，老板娘没有说什么，她跟我讲你要小心，你看你的工作，她没有扣钱什么的，所以我想谢谢老板娘。老板娘的为人，不要讲我在外面，整个新加坡我们做酱料的，她知道她的为人是怎样。我敢很大声讲，女中豪杰，她是一个很敢当的人。员工们眼中的女中豪杰，不幸被病魔打倒了。自去年被诊断患上胰脏癌，她的体力大不如前。我的身体就在去年2021年发生的问题了，所以我还是不甘愿。最后1分钟，我要进医院的时候，我还是要去工厂。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行业，也是我做的蛮开心的行业来的，所以我放不下这个公司。这个癌症给我真的感觉自己没有用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是走到尽头了啦，已经不懂这样爬起来啊。那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感觉到没有意思，那个路很远的，但是因为我才62岁，我还活多久呢？难道我这样白白的这样没有东西做这样过，我又不喜欢，那我要怎样做呢？
不要去想它，就让它走过吧。人生嘛，算了咯。也曾经拥有了，还是要面对问题。我看我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。与病魔交战，陈立明十分感恩身边每一个人的陪伴与支持，尤其是这些犹如家人般的员工们。我也感觉到，我来这个人生没有白活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吃着用自己酿造的酱料煮的佳肴，每一口都是一家人的暖心滋味。对许培荣来说，酱不只是食物的调味料，更是家的味道。用自己做的酱油来做饭给家人吃，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一种愉快，因为我们做的过程非常辛苦，所以煮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有满足感。我希望酱油呢能够让更多人回家吃饭，因为好的酱油能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煮东西也事半功倍。